秦爸，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。如果我亲爸在的话，他绝对会支持我的。姐，刘儿，你看我说，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？啊，这是你亲爸，我是不让你干警察，知道为啥不？你以为警察好干呀？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？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爸怎么没的，我比谁都清楚。牛玉国没判死刑，他判了无期，他最后判了无期。如果他运气好点，一直减刑的话，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。我看过材料的，如果一直减刑，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。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，就可以保外就医了。就你会理论是不是啊？别骂我，我哪点说的不对了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不是警察吗？你不也是警察吗？你不是破过很多案子吗？你不是刑警队长吗？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？你们办不了，我自己去办。海平，哎，海平，你少说两句，你真是长大了是吧？就你会说是吗？啊，你后给谁看呢你？为我好，他哪点为我好了？你全是为了你自己。我是你妈，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？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？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。海平，你少说两句。秦爸，我问你，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？我一顿没吃过。连姨，我是在你家长大的。你跟谁说话呢？我是你妈。而我告诉你，你从何成走的那天起，我就没妈了。我没有亲爸，我也没有亲妈。刘儿，你给我回来！哎，站住！听见没有？这个混蛋！我就是混蛋。你什么混蛋话都说！你给我回来！给我回来！医学院谁爱去谁去，我不去。去，姐，把你姐追回来。那姐，哎，姐，姐，你也别往心里去，这孩子青春期，没个不叛逆的。行了，别劝我了，我真是挺失败的，不会教育孩子。刚才平平说的那句话，你别往心里去才是。哎呀，不往心里去啊！想啥呢你？妈，文姨，你姐呢？我姐不让我跟着她，我后来又找不着了。她不让你跟着就不跟着呀？你个傻狍子！你怎么找到我的？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？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！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？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。来，来，想啥呢？想我爸。我也想他。如果他还活着，我可能愿意去医学院。
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？她太强势了，她控制欲太强了。她怕失去你。她已经失去你爸爸了，无论如何，她不能再失去你。啊，不说了啊！可是我就想当警察，从我爸没了那天开始，我就要当警察，我就要当警察。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？您说我能当法医吗？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，学医的，学计算机的，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，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我要当刑警，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，我要当刑警，我要抓坏人。不行，至少现在不行，海平。为什么呀？听我说，第一，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；第二，我问你妈，担心的是一样的。懂了吗？懂没懂？懂了，真懂了。懂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原谅你了。好了，干嘛？你今天说的话，你得算数啊！我说什么了今天？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？好。哎呦，可算回来了！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。行了，没事了啊。海平呢，我已经说通了，去培兴医学院上学。啊，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，不好考。这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。李文，踏实去省厅，这不挺好吗？正好，你去省厅也在培兴，他上医学院也在培兴，娘俩人在一城市，是吧？等你们通知下来，我送你们过去。哎，挺好，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？吃饭，我下饺子了。对，海生，帮你妈厨房下饺子。海平啊，你出来包个蒜，好吧？啊，里边把围裙解了，咱准备吃饭啊。该庆祝还得庆祝，是吧？今天是小庆，过2天咱们大庆。开门啊！哎，好，来了。哟，师母。哎，秦川，吴老师啊，川啊，我来看看去。啊，您身体怎么样？挺好的吧？我挺好啊。你又买水果？我来看看你。哎呀，你这东奔西跑的，够累的吧？啊，还行。快，坐。哎呀，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，你们徐城啊，行，这徐城干得漂亮。吴老师啊，
我每次来看看您，买点水果，花不了多少钱，20、30块钱的事儿。您这是30，就30了啊，28。哦，我亏了28块钱，那我找你2块。这，行了。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儿，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。你再买我还多给。你看看我，每回来什么都不买，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怎么老成这样了？你孩子都上大学了，你比我老。快坐，坐。川儿啊，家里安排怎么样？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？儿子学计算机，哦，女儿上了医学院，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。挺好。这海玲啊，到了里没扭过他妈。这个他清楚。吴老师啊，您这肯定有案子吧？要不然这暗吃怎么会在这儿？你还说人家暗吃，你不是暗吃啊？前几天呢，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，啊，真碰到这么个案子，挺棘手的。你来的正好，来看看吧。这是04年的一个案子，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。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点50分，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，还有会计这2个女同志，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，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，连开2枪，然后抢了现金，逃逸了。这一次抢了7万，1死1伤。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，是这个案子的1年以后，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，1男1女刚取完钱出来，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，抢走了17万现金，打伤1名男性路人。都是近距离爆头。是啊，所以啊，我这不把2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？用的是同一把枪吗？案发以后啊，我还有曹老师、物证中心的雷主任、各类专家，一共是8个人，到那儿查了1个多月。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，最后啊，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。什么枪？M20，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，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。那应该并案啊。已经并了。这回2死1伤，抢了17万。这事儿不小啊，吴老师。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，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。范儿，你比松林案的时候更敏锐了。我喜欢听你说话，说吧。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，那他不会收手。04年抢了7万，过了1年又出来了，抢了17万，17万也霍霍差不多了。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，会做大案。这也是我最担心的。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1个多月，应该是没什么进展。川儿，再去云城，跟我去呗。行啊，吴老师，只要你需要，我随时跟你去现场。去什么现场啊？先吃饭。吃饭。哦，对，吃饭。来。站住！这里是军事管理区。
拿钱来。老子还没开张呢。没有钱没的事。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嘛？老子杀了个哨兵，抢来的呀。老子现在凶不凶？想弄哪个弄哪个。你找死！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。拿开！小贝，西丁，云城的报告，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，连开2枪，公然枪杀了1名哨兵，还抢走一把8幺杠1式自动步枪，但枪里没有子弹。上级领导批示，要求全力破案。太猖狂了！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。是。喂？啊？又是云城吗？都谁去啊？哦，好，我马上收拾一下。啊，对了，你们呢，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，务必请他去一趟。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，都在里面那小袋里。那边热，哎，穿不上太厚的衣服，带这些也够了。够了。来，我来。行了，歇会儿呢，来。你把灯关了。啊？把灯关了。刚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人一直忙忙叨叨的，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？是。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，跟我看到的不一样。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，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。算工伤吧，职业病。看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，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。行，确实挺美的。你好，请出示证件。出示一下证件。各位专家，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，我来给各位放一下。
我说，你们这杨副局长是给我们提供视频，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？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，按流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？这个我也不清楚。行，那先这样。郭老师，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，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。他们这边分局啊，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。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，那咱们先看视频。王八。视频很模糊，只有2段。这段视频是案发前1分钟，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。这是在案发现场捕获的，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。还有吗？只有2段。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？秦队，川儿，说说你的看法。还是得去现场啊。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，怎么走的，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。我同意。赵飞，找他们联系车，带我们到现场。啊，出发。哎，你们在外边呢吗？对，把车开过来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哎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。省厅来的专家，来。杨局，哎，给介绍一下，吴老师，哎，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，哎，杨明，你好，吴老师你好，哎，曹老师，雷主任，哎，你好，这位是秦队。哦，秦队你好，你们辛苦了啊！犯罪现场在哪儿？就在这边。我得做个测试。哎，曹老师，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，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。我现在做的测试是，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，多少步。哎，曹老师，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嘛。行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，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。哎，赵叔，你帮我走一趟吧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你们跟着干什么？这个测试2个人就够了，用不着那么多人。
哎，你好，您是老板吗？啊，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，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？哎呀，警官同志，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。我是专家组的，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？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，我突然听到砰砰2声枪响，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，我赶忙抬头一看，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。哦，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，你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。哦，朝这边跑了啊。这里这样没什么遗漏吧？没有遗漏，再检查一下。再看看这边，那边区域来了。停！观众朋友们，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。我们在案发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。杨副局长啊，这么搞可不行啊！这是什么人都在这里边，这多乱呢！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？哎呀，吴老，您也体谅体谅，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。我知道，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，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。哎，吴老，应该也差不多了。不行，咱们先回去。哎，你们需要什么东西，我想办法整理好，一定给你送过去。这样吧，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，我们先回去，开会研究研究。杨副局，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。啊，好，哎，明天一定给你送到。我们走吧。啊，等你电话。好。这样的现场，我也是头一回。秦队也不说话呀，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。我今天去那个现场，周围我转了一圈，我基本上可以确定，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，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。那一片都是老街区，人口密集，环境很复杂，全是羊肠小道，像蜘蛛网一样，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。这个歹徒啊，很不一般。整个过程是不到1分钟，近距离射杀，很嚣张，很辣，典型的职业犯罪。而且这个人呢，现在看来呢，很可能有前科。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？说了。吴老师，这很像你说的那个04年和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的那2个案子呀。没错，这3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。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，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。查枪还没推进。老飞，咱们
们俩去一趟吧，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。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，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，不能盲目的找人，对吧？不用去了。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，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。这个专家呀，其实就是听着好听，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，你只有建议权，人家客气呢，你多说两句，你就是碰上这样的。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，专家组就会很被动，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。哟，这不是撒了天罗地网的那个人吗？你说这个人抓得到不？哎呀，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。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，尽管提，我们社区、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。你们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。啊，知道。等案子破了后，大家都轻松了。对，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，穷凶极恶。来，这边走。你还敢回来呀？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？我看到了。王主任说什么？没说啥，就问你去哪儿了，在干什么。我编了个谎，说你去锦城打工了。你个傻瓜婆娘，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。我又怎么了吗？你又去哪儿？你都说老子去锦城打工去了啊，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？走了。你死到外头吧你！死去！哎，王主任吗？我是张可汗。啊，听说你去我家里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现在在锦城打工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好好干。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，没有其他事情。排查？排查什么？别多问，还没调查清楚呢。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。喂，怎么了？舅舅又来了吗？舅舅没来。没来就好，挂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家里没钱了，你啥时候弄钱回来？催啥呀催？傻瓜婆娘！
咱们买地图啊，4.5块一张。进来。哎呦，曹老师，您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哎呀，吴老师呢？都知道了。案子有进展吗？哎，没有啥进展。你走了之后啊，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，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，思路不一致，方向不统一啊。这些问题解决不了，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，只能在原地打转，上不了线呢。哎，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，一旦没有落网，他还会再犯的。会的。川儿，这趟云城走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，力不从心了。曹老师，您不老，您和吴老师都不老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老不怕，怕的是后继无人。真的。对不起，曹老师，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在那。川儿，云城这个案子，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？惦记就好。老师您慢走。云城这个案子，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？
赵叔，他们来了。哎，现场在哪儿？现场在哪儿啊？哎，赵老师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是梁征，田心分局副局长。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，辛苦。哦，这里就是案发现场，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，报告晚上就能拿到。这就是第一处，来，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。打多少枪啊？总共是打了8枪。8枪啊。这是前面几个地方，最后就在这个地方。死者名叫李卫国，56岁，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。那杀人动机是什么？劫财吗？老人身上没丢东西，不像是劫财。那为什么呀？这得多大仇啊！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8枪啊！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？这个地方太偏僻了，没有视频资料。他用的什么枪？从弹壳来看，应该是 M20手枪弹。M20，又是 M20，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，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04、05年2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，可以说是同一把枪。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，统一调查。曹老师，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，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，好不好？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，哪有那么巧啊？顾局长，我提一个参考方向。好。历史上啊，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，远的不说呀，近的，这就有张军大案。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，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穷凶极恶，而且啊，每个人的内心呢，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。吴老师，云城的是劫财，我们这个不是。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，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。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，路过这个郊野公园，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，发现对方持有枪支，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呢？这个只是推测。估计这不是推测，这是科学。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，即便查否，也是一个方向。顾局长、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。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，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1、2句话能说清楚的。您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，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。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，犯罪嫌疑人拿着枪，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？顾局长，
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？再有啊，这附近有没有银行？他会不会呀？是去踩点啊？讲来讲去都是猜测，只靠猜测，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，更不能盲目布防。两位老师，咱们真就这么回去啊？在这儿待着干嘛？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，跟上回去云城一样。那怎么办？不行，咱们就回吧。回。我刚取了4万5，等下回去就把钱给你，啊。124枪击案，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。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，在3段视频中发现了3名可疑男性。经分析，这3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，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。这是第1段视频，看，这就是犯罪嫌疑人。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，又回到了现场。很明显啊，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。这是第1段，这是下一段视频。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，做了伪装，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。还有最后一段，
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，这个是犯罪嫌疑人，依旧在这个点出现。暂时就是这些了。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，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、走路姿势，看不清楚他的脸啊。哎，小邓，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。看到了吧？距离郊野公园现场，这也就是10分钟的路程啊。所以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，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。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，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，是有备而来。顾局长，上次怎么说的？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侵财，没有爆头啊。我们走了没多久吧，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吧？现在可不可以肯定，1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？是不是这个逻辑啊？报告出来了，波老。现在可以确定，10月14日的郊野公园案，以及云城的2个案子，是同一支枪，7.62毫米口径子弹 ，M20手枪。嘿嘿，这就是说呀，西城这2起案子和云城这2起案子，这是系列案了。这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各位专家，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，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，马上全程发布，征集线索。顾局长，只是征集线索，撒网这有什么用啊？你只看到了西城这2起案子，那前面的案子呢？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？大家不要忘了，我们现在这个对手这是职业罪犯。线索还是有的，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，征集看。吴老师、曹老师，你们也累了一天了。先回宾馆休息休息，好不好？谢谢顾局长啊！罗老师，我就不明白，这我们来工作的，他们让我们回来休息是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，急什么呀？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。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怎么了？自己看。这跟云城那2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，这不就老鼠跟耗子？这不没区别吗？长一样。不并案，没有线索，画出来像也未必准确的。
哎呦，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。这里边一定有事儿。明明已经默认并案，行动上就是不并，两股绳分开拧，这怎么破案？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。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，就得来一个能干、敢干的人呢。秦川。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。订票吧，回培训。喂，赵飞，川儿，吴老师病了，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？病了？什么病啊？高烧不退，说白了就是心病，急的。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？我正好在培训查一起积案，这样，我这就赶过去。好，好。星儿，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。吴老师生病了，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。好。是吗？哎，青春，吴老师呢？里边躺着呢。吴老师啊，春儿，哎呀，怎么病了？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嗓子怎么哑成？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，嗓子哑了，说不出话。哎呦，你这么烫啊？怎么没去医院啊？去了，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，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。没事，吴老师。高烧好几天了，有点听不清。没事。吴老师啊，吴老师啊，你再心急，你不能不顾身体啊！哎，春儿，犯罪分子啊，猖狂到这个地步了，不敢面对面直接的说杀呀，滥杀无辜，职业犯罪。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，越演越烈了。着急，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呀？这样吧，真没办法了，
和吴老师、曹老师都是70多岁的人了，一碰上案子就指这2个老人来回跑，1个月2趟西城。我一个总队的处长，带着2个专家到了那边，什么条件都没有，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。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，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。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，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。吴老师心里都明白，他不想为难你，可是他心里急，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。川儿，你看你啊，考虑考虑。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，我在乎过吗？苦我也不怕，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。我现在越来越知道，破案子是难，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，是要能调动资源。给春儿，有什么？像是。吴老师，我下次再来看你。哎呀，我就到公司了，转关就到啊！你把那个材料准备好，我到了就给你签字。挂了。师傅，开下门！有人没有啊？有人没有？本台刚刚接到的消息，在我市2号街段铁路桥下发生一起枪击事件，犯罪嫌疑人在早上8点多上班的高峰时段持枪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，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。
哎。哎，魏局，啊，坐。有啥事啊？吴老师摔伤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不知道啊。我给你打个电话。那个，不用打，你去趟培兴，去看看他吧。我给你假，你现在就去。去吧。哦。哎，师母，哎，吴老师呢？怎么样？哎呀，你快去看看他吧，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，你劝劝他。哎呦，吴老师，你伤哪儿了？我看看，摔了一下。哎呦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你买火车票，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？你非得自个儿去买，你自己乱跑什么呀？还骑自行车去？哎呀，不是着急吗？快过年了，越是这个时候，这案子越多呀。本来我这想啊，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，过节以后呢，再往西城跑一趟。川儿啊，你别动，别动。哎呀，你告诉我，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？我从小啊就是个穷孩子，10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，是党培养了我，让我这上了学。50年代呢，我家多困难，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，可以这么说。这是老百姓啊，拿出了多少小米，把我这供出来了。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，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。川儿，你知道，现在咱们中长刑警啊，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，就是西城这个案子，杀了这么多的人，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呀。我们也都确认，这是一个人，可就是破不了啊。哎呀，我这身体啊，确实也不给劲儿了。可是咱这事儿呢，我这专业也得传承下去。这活儿总得有人接，总得有人能顶上去。吴老师，您别太着急了。
您说的这些我都懂，能听明白。说实话，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。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，它需要环境，它要有条件的。吴老师，我知道，你是个讲原则的人。要不上次在云城，那各方面不配合，也生气了，就走人了，我都能理解。这儿，现在啊，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这儿，再受一点委屈，把这案子结了，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，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，成吗？吴老师，要破案子，得要解决机制问题。你也知道，就这个条款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！啊，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，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。你不是各自为战吗？他就给你流窜作案，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，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。你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说我是真没这个本事。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儿吗？没人了，孩子，我这个一把年纪了，你也40多了，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，什么时候担当？咱这个事业，你是不是得传下去？怎么传呢？那就得事儿里传，案子上见的，干这行不是这样吗？孩子，再不搞真的不行了。吴老师，你给我1天时间，好吗？我好好想想。我如果来了，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儿。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。吴老师，你让我想1天行吗？我就1天。不急，不着急，啊，这样，你什么时候想好了，你告诉我都行。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，这就好。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，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，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。川儿，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，装牢了，别忘了。我们为啥破案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，不能凉了。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，因为它危险，它难呢。我是兄弟，我是兄弟。吴老师，
我想好了，我当警察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子吗？我来。我什么都不要。如果领导调我上案子，我上，我绝对上。川儿，委屈你了。我不委屈，我这算什么呀？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，跟他们比，我这算什么委屈啊？组织上需要我，我没啥可说的。川儿，谢谢了啊，谢谢。吴老师，你别这么说。你干啥玩意儿啊？你们这是？秦队，你这就要走了？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？知道了。你要走这事儿，其实我们都知道。说心里话，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你走得更高，走得更远，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。